今天是我们环岛第几天？第6天了嘛？对，今天是我们环岛第6天，我们来到了双溪，其实已经环一半了。这样，中间在花莲停了2天啊，我去工作，所以在那边花了2天。但那2天没有做什么太多拍摄，可能会加在其中一部影片里面，有一点点拍摄，一丁点。这个很热，很热，非常的热，而且还要穿一整天，从早上就开始穿。对，早上开始穿，太厉害，太辛苦了。而且这个鞋子感觉也不好穿，这个鞋子也很紧，这要花很久，花2个小时都完。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不会，有点辛苦。不会，谢谢。对，难得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了，我觉得真的超级酷的。然后人就会在这个里面，超级酷，太酷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传统，你懂我意思吗？我是去做别的拍摄，所以我自己拍摄的画面就很少。好，然后后面就是山中庙，然后我们要去找双溪老街。根据地图导航是说在这里，我现在很怀疑到底有没有在开，就是会不会因为今天是礼拜1，对吧？然后什么都没有，这一集就在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下次见，Cheers。然后这边讲个第一，对，我已经讲到你的套路，我的烂梗。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酷的林义和药房，双溪老街，双溪老街就是这个建筑物这个。没了，往后走走看好了。这个建筑物的窗户，你只要一靠近就变得很凉，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但没差，我们继续走。所以我们现在踩到这块是渡船头遗址，这边有一条溪，然后它到前面好像会有2条溪汇合在一起。所以我猜这是为什么这边叫双溪，我猜了，我不知道，知道的话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双溪老街会不会今天真的是这样没了？看起来是没东西，还是双溪老街不是老街，就是它不是一个像那种什么安平老街那样，就是很老的街。点了一个牛肉面，因为我弟说他刚刚在网络上看到说他的汤头好像很厉害，不错，好像不错。我现在感受到就是这个汤头有点烫。还有一个面劲道，吃牛肉汤就要用这种汤匙。跟我想象中的牛肉汤不太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对，它有自己的特色。等我一下，我这细品，你品，你细品。牛肉的牛味很重，而且它的口感它是入口即化，你可以用舌头把它直接压碎的那种。但是因为有一些你看啊，你可能要挑一下，它里面还是有那个筋，所以你还是有一点口感，但是它那个筋也被煮得很软，所以它也是可以。一般的牛肉应该是没办法一口咬断的。轻轻咬它就断，它煮的超透，超好吃。它的菜很鲜很新鲜，就是感觉像今天早上摘的，然后菜味也很重。就会感觉它刚刚是用热水穿烫过之后直接丢，我蛮喜欢那个菜味。它虽然看起来颜色是深的，它比较清淡一点，我觉得很适合刚睡醒，我还蛮喜欢的。好，你多吃点。好。我觉得它的牛肉汤的味道比较淡，牛肉清汤嘛那种感觉。我觉得牛肉面的汤都是厚的，都是很浓的汤，对，红烧酱油之类的。但它这个汤就是比较清淡一点，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吃起来是很舒服。你刚才的浮夸这样？啊？你刚才的浮夸？浮夸吗？没有，开玩笑的。你没有浮夸吧？直接弄一点它的酸菜在手上，就倒在手上这样吃吃看。这画面很近哦。很近哦。可以录那个地方。对。眼睛不会动，你叫耍呆，不是耍怪。耍怪这一块我蛮厉害的。耍呆有点难。好，它的酸菜，回到它的酸菜，不酸偏咸，蛮酷的。你要加吗？好，现在就等我弟吃完。好，我弟说他想买个臭豆腐。这个有臭这个。我刚刚想说奇怪，这间臭豆腐店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哇，它辣是真的很辣哦。还好，它加很多就很香。泡菜加臭豆腐。哦，很辣哇它哇，辣到打嗝。对，好吃是好吃啊，但是它的辣很不客气耶，它的辣是香辣的，是好吃的辣。主要是我觉得不适合在介绍它之前吃，但是我不吃它就没办法介绍它。但它臭豆腐是好吃，它切的很小块，就可以一口一个臭豆腐这样，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像我们在东大门夜市吃那个，我觉得有点太大块，但是东大门那个臭豆腐真的很不一样，很特别的臭豆腐。这边臭豆腐我觉得是好吃在它的酱料跟泡菜。它臭豆腐本身臭的成分不高，它吃起来不臭，但就是炸豆腐，然后加
它泡菜腌的很好吃，它泡菜味道蛮特别的，然后比较没那么脆，可能腌比较久嘛。然后它的辣我觉得是很香的那种辣，香辣的。它那个辣是什么辣？是豆瓣辣吗？还是别的辣？应该是豆瓣辣吧。豆瓣辣这么辣，我那时候想说，豆瓣辣的辣可以加，我才跟他说好，不然辣一下。除了它的臭豆腐跟泡菜一起吃是会爆汁的，它会吸到一点那个酱料，就是整个咸甜的，我觉得非常好吃。大家如果有来双溪，想要吃点小东西，吃点零食，打铁铺斜对面有一间毛蟹，他们有卖臭豆腐，1份50块，然后蛮大碗，我觉得量蛮大的，2个人一起当零食吃是可以的。好，推荐大家。这风景挺好的，我觉得真的蛮适合养老、退休养老来这里。主要是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医院，如果怎么了来不来得及？哦，那是什么？它火车，它后面拖的是水泥然后这个打铁铺应该是他们这边最有名的东西。早上来好像可以看到它在打铁。你好，想要问一下这个刀子怎么卖？要看哪一把？比较喜欢这一把哪一把？这把感觉比较多功能，切菜切水果。对啊，这个可以算水果刀啊。这个有点太大了。这个就是菜刀。没有，这6把是菜刀这个是水果刀，这个是我们这里讲的是鸡刀，杀鸡在割喉咙、清内脏在用的。这2把是我们这里讲的是鱼刀，它是全钢的。这个是刀刃相钢的，这个是全钢然后这个是你说这个是刀刃相钢有看到它有点断层对，因为它制造的过程要一层一层来，所以说它才会有层次这个全钢的它就是统一颜色，就全部都一样，对，全部都一样，就是全钢。对那这把你这边多少？那个1把要300块，所有的刀子是这一把是最利的，因为要杀鸡你们会包起来吗？会啊。那不然我拿一把就好了。然后我们这里东西卖完就没有了明年就结束营业了明年结束营业啊？对啊，因为做这个都是我爸爸那一辈做的我爸爸过世了，连这个说真的，这个年轻一辈的没有人要学对而且现在都是那种什么工厂大量做那个不行啦。我也觉得那个品质，我家里有一把那个用都不利的。看他们做这个菜刀，那这个多扯那个模具一打出来，20把、30把这样出，那真的是我也不太喜欢，我就喜欢这种手工的。对啊，以前做餐厅的刀都手工都很好用，手工的就是好用磨刀石也有啊，一般日常就用这种就好了。对啊，一般这个就是日常的磨刀石，因为我现在都是用那种买的那种小型的，那个不好用。我做餐厅用这个比较顺手。对啊，沾水然后用这个磨。对啊。那这个磨刀石这边多少？这个我们磨刀石是双面的它双面就是一面粗的，一面细的。这个200块这样一组回去比较好照顾刀子。对。你会磨吗？重点。会啦。我以前做餐饮业只是休息几年了，没有，所以家里没有给息了。一般人他们都买磨刀器。对，那个我觉得不顺手，我家里有一个。说真的，磨刀正统的方法是磨刀石。对，磨刀石磨出来比较，我觉得力很多因为磨刀器磨出来很快就钝掉，而且它又不够强。重点磨刀石你要会磨。会啊，这个是重点对了，你会磨就没有差别。对，我比较习惯用磨刀石。来，好这样子500所以明年就没有了，好可惜。没有，不是，因为本来是我爸爸在这一间在这里做60年。我们的重点是要顾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躺在床上，她不能翻身，请外劳已经顾了10年。等到我爸爸过世，我就要回来，我不可能说我妈妈跟一个外劳在这里对啊，不放心。对，我为人子女的这个心放不下。然后我妈妈7月底已经过世了我是顾到明年我妈妈做对年，这个你知道吗？我知道，就是过世的那个习俗。本身我是做铝门窗的我自己开工厂，我铝门窗我做了30-40年了，我不去做，我来做这个这个我才不要的。因为怎样，这里夏天真的不是人待的，太热了，是不是？太热了，然后又一直下雨吧。我是说夏天你受不了。我们这个你看这个屋顶好热，那个热气再下来，那真的你受不了。这个我受不了如果是我，可能也受不了。因为我做铝门窗的嘛，我们早上车开着出门去安装，我宁愿这样爬上爬下，这里走那里动，我也不要从头到尾就坐在这里，手机就一直滑。有时候我们那个头脑真的会退化，这个是真的会退化。对，所以好吧，还是回去做那个铝门窗。我要回去做铝门，这个我才不要的我现在所卖的都是我爸爸留下来的。他们隔壁邻居说要传承个头啦。我每个月的营业额、付外劳的薪水都不够，我还传承个屁。有道理，这个感觉。没有说真的，传统的手工艺是很好，这品质真的是很厉害。
可是我讲一句实在话，这个的问题的确，现实面还是要吃饭呢。我每个月贴钱，每个月这样贴钱，你叫我来顾，干脆你来顾，谁要谁来做这样。对啊，这个是真的啊。可以，辛苦了，辛苦了。好，谢谢，拜拜。我买了一把刀跟那个磨刀石，因为我找磨刀石很久，但是就觉得外面买的就差一点。再看到这种百年刀匠铺，就觉得好啦，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反正也不贵，就300-200的。是，但那一把刀，我看自己在看那个刀刃的品质，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但是那个老板就很可爱，对，还蛮可爱，我蛮喜欢那个老板的。但是对啦，就是又有一项技术就这样子遗失了。我相信他应该会打啦，那种都从小耳濡目染的，他应该会打，只是他有需要吃饱饭的需求，所以他要回去做可以吃饱饭的工作，蛮可惜的，但是也可以理解啦。还是我来接，感觉打铁很酷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拿那个电线铁丝烧一烧之后，把它敲成小刀子。可是那种它这种双层刀，这个我就不太确定怎么搞。虽然我都会看那个 YouTube 都会有那个打铁的解说，你知道吗？你知道打铁比赛那个吗？那$10,000的那个，你就放在旁边，然后这样跟着学，慢慢把刀敲好，感觉蛮酷的。然后根据我刚刚听的意思，他现在卖的就是他爸爸以前打的库存卖完就没有了。大家有想要这种刀的话，建议大家要抢要快，真的是卖完就没有了。他在这边待到就明年就结束营业了。哇，一个100年的东西，明年就没有了，就挺难过的。但好吧 ，OK 啦，就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我可以叫它小镇嘛，蛮舒服的一个小镇。就 OK 啊，蛮酷。好，等一下去9份老街，希望雨等一下就停，因为现在正在下雨，有看到吗？好，我们9份老街见，拜。